夏天到了，天气越来越热。狐狸猫买了一杯加了蝶豆花的冰凉气泡水解渴。狐狸猫觉得很好喝，于是又买了一杯给小树蛙喝。小树蛙喝了一口，觉得不够酸，决定加一点柠檬汁。结果饮料的颜色变成紫红色，狐狸猫跟小树蛙都吓了一跳。狐狸猫说颜色改变，表示这杯饮料做坏了。小树蛙不相信，加了柠檬汁，结果颜色发生变化，表示是蝶豆花水产生化学反应。两人都坚持自己是对的。吵了几分钟后，他们决定不吵了。小树蛙和狐狸猫决定去实验室做实验，确定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饮料变色。小树蛙在桌上准备了3杯蝶豆花气泡水，分别滴入柠檬汁和小苏打，第3杯则加热。结果加柠檬汁的变成紫红色，加小苏打的变成蓝绿色，加热的则维持蓝色不变。狐狸猫发现加热后的蝶豆花水没有发生变化，滴入柠檬汁和小苏打出现明显的颜色改变。小树蛙说，第1杯和第2杯的颜色改变显示了水溶液中发生了化学变化。接着小树蛙问狐狸猫，你知不知道生活中还有哪一些现象是因为发生了化学反应呢？首先，我们知道萤火虫是借由体内的物质发生了变化而发光，而澄清石灰水与加入的二氧化碳作用后，产生沉淀物，而使石灰水变浑浊。将发泡锭放进水里，会产生二氧化碳而冒泡。打开包装后的暖暖包，接触空气而发热，且会稍微变重，表示里头的粉末与空气产生反应，而出现新的生成物。以上4种常见的变化都是因为物质发生了化学反应。这题的答案是 A、B、C、D， 大家都答对了吗？做完实验也回答完问题，小树蛙对狐狸猫开始解释，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伴随的现象有很多，常见的有颜色变化、产生沉淀物、产生气体、温度变化、产生光与热等。例如在庆典会释放的烟火，烟火同时有颜色变化跟产生光与热这2种现象，这是因为烟火的爆炸过程中，能量大部分转化成光能，呈现在我们眼前。狐狸猫不甘示弱，提出光合作用也是一种常见的化学反应。植物利用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，产生氧气，以供其他生物呼吸。小树蛙再提出一个例子说明，露营时会使用一些木材烧来当作引火，木材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二氧化碳，且燃烧后的木材成了灰烬，这也算是化学反应。小树蛙紧接着说明，化学反应就是物质间互相作用，经由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，产生新物质的过程。生活里其实到处充满化学反应，水果盘里削好的苹果，跟空气接触一阵子后就会变色。将面粉、蛋和水混合在一起，加热后可以做出好吃的饼干或面包。铁制品的外壳会与空气进行氧化反应，经过一段时间后，会出现一层红色的片状涂层，称为铁锈。狐狸猫也发现自己早餐吃的面包，其实也是化学反应后的成品。制作面包时，会在面团里加小苏打，产生二氧化碳，让面包更蓬松。说到早餐，小树蛙说，我们明天来帮自己煎一个荷包蛋吧。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篇超完美荷包蛋制作的影片说明。第一步，先热锅，锅里什么都不放，用小火将煎锅烧烫，放一点点油和盐。2，把鸡蛋打入煎锅内，马上关小火。3，约1分钟后，往鸡蛋撒上2勺热水，马上盖上锅盖。4，
以小火继续煎蛋1到2分钟，即可盛盘上桌。想一想，在上述的过程中，哪个步骤发生了化学反应呢？在煎蛋的过程中，第3个步骤可以观察到蛋白受热凝固变白，这是因为发生了化学反应。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。化学反应是物质间相互作用，经由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，产生新物质的过程。物质产生化学反应时，伴随出现的现象有很多，常见的有颜色变化、产生沉淀物、产生气体、温度变化、产生光与热等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。请想一想，常见的起司，关于它的制作过程如下图。试问这些步骤中，有哪几个发生化学反应呢？